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的读书会，我们来到了第170讲啊。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还有明天。网络上有一则流传很久的寓言故事啊，故事的主题就是还有明天啊。大意是提醒我们呢，还有明天是很多人消极的心态，这种心态会造成懈怠。什么事都说不急不急，还有明天，所以他就不会去把握今天。不过还有明天听起来是很消极的心态，但是他也有他积极激励性的一面哦。因为还有明天这句话呢，可以鼓励目前遭逢失败或挫折的人啊。今天失败了没有关系，明天再来，明天还是有机会成功的啊。或者今天碰到了这个不开心的事情也没有关系，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呢，明天还是充满了希望啊。所以还有明天这句话要以不同的两个层面来阐述啊。有值得我们警惕的一面，也有值得我们激励的一面啊。就好像一把剑啊，一剑有双刃，对，剑嘛，两边都是很利嘛，啊，一剑有双刃，一刃杀向敌人，另一刃可能伤到自己啊，就看你怎么用了，啊，这是在比喻呢，我们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它正反两面的作用啊，正反两面都有它，正反两面都把它了解清楚了，那两个面都可以用哦，没有好坏之分哦。刃有双刃，世间万物也有双刃。一件事情或东西，我们在获得它的好处时啊，同时也会受到弊端一定的影响哦。就好像菜刀切菜很好用，但是如果不小心就会切到自己的手啊。但只要我们小心使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小心一点啊，就能把弊端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以内啊，从而获得最大的好处嘛。因此，万物虽然有双刃，但只要能够把它掌握得好啊，就能够受用跟受益啊。还有明天也是这样的道理。会造成懈怠的一面，也会有激励的一面。同样的道理啊，钟鼎山林各有天性啊。任何性格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性格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就好像法也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啊，纵观古今呢，每一种性格都有成功者，也都有失败者，性格也是一把双刃刀啊，看怎么使用啊，要发挥出性格的最大威力啊。关键就在于要扬长避短，那这个就跟佛家常讲的隐恶扬善一样的道理啦。那正言上人的用人哲学也是这样子啊。这个人有强项弱项，到底用不用啊？当然是用啊。但是用他的强项，包容他的弱项，也就是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所以用人也是一种智慧嘛，也是一门大学问啊。好，刚刚用一刀两刃啊，跟人的个性呢来解释事情的正反两面，只要能够运用的巧妙，则两面都可以把它用得出神入化。把这样子的道理呢，用在今晚的主题，还有明天也是通。还有明天，虽然警惕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心理而造成懈怠哦，但它却有激励我们，今天失败了没有关系，还有明天，后会有期。这个是好的一面哦。所以还有明天也是有正反两面的意义啊，两面都可以用。戏法人人会变啊，各有巧妙不同啊，也就是说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那我们先来讲警惕的一面。举个例子啊，有一天阎罗王在地狱召开会议啊，牛头马面、狱兵狱卒大家都来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增加地狱的人口。那阎罗王就请大家发言了，提出看法嘛。牛头就先说了，他说：“我会跟地球的人说，没有天堂。”那人们就会想说，既然没有天堂，那好事就做再多也没用啊！这样他们就很容易下地狱的啦。轮到马面呢，他说了，我会跟地球的人说，没有地狱，这样人们会想说，坏事做再多也没地狱可下啊，因为没有地狱啊，这样很多人就会下地狱的啦。那阎罗王听了之后，觉得牛头跟马面的建议好像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狱卒的发言啊，他说：“阎罗王，我会跟地球的人说，还有明天4个字。”阎罗王一听这个建议就好了，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跟大家说还有明天，明天过后还有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这样大家在心态上就会松懈，地球的人们就会在放松中放纵，会在松懈中懈怠，然后在懈怠中折服，在折服中过头就造业，那恶业造多了，那就下地狱。所以不要说还有明天，要说没有明天，只有今天。因为今天的明天就是明天的今天，那昨天的明天其实就是今天嘛。所以算来算去都是今天，不是明天没有希望啊，而是把握今天更有希望。不是明天不可靠，而是把握今天更可靠。这就是无常观了，也就是危机意识了。还有明天的消极心态呢，会侵蚀一个人的进取心，也会腐蚀一个人的斗志哦。因为有很多明天啊，所以有些人都不急着行善，不急着行孝啊，也不急着改脾气、改习气啊。也因为还有很多明天嘛，所以常常说啊，等孩子长大啦，等事业有成了，再来行善造福啦，再来做志工啦。然而世事无常，难预料啊！一旦无常视现，或者福报享尽了，则无常比明天早到，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叫天天不应了，叫地地不灵了啊！大家都有这种诸事不顺、事与愿违的惨痛经验呐道理都懂，但是很难去实践，很难去付诸行动。那关键的因素就是还有明天呢。明天对某些人而言是充满了希望，希望梦想成真，希望快乐能够继续持久。然而对某些人而言呢，明天却是苦难的延续，是烦恼的延伸希望苦难跟烦恼或者不幸到今天为止，希望明天会更好。但是对把握时间的人来说呢，明天只是另一个警惕啊，每天都警惕自己啊，警惕自己什么不知是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到啊。所以明天不可靠，把握今天比较重要，比较可靠。金刚经里面有一段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意思是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来啊，除了过去跟未来也没有中间，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心都不可得啊。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过去心呢？现在根本不停啊！我讲现在，这个现在过去了没有？过去了啊，2秒啊，3秒、4秒，不是吗？已经过了啊。那讲现在，这个现在马上就开始过去了嘛，所以现在也是不存在的，也才说现在心不可得嘛。那未来是还没有来啊，那既然都还没有来，你讲它干什么？想它干什么？烦恼它干什么？
所以才说未来心不可得嘛。佛家说啊，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就是这个道理啦。那有人会很不解的问到你说连现在心都没有吗？那不是说要把握当下吗？那这样这两种说法有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要把握当下，那是因为有当下，所以要把握。但是没有现在所以现在性不可得嘛。这个道理很奥妙。把握当下，把握今天，这个时间还是存在的啊，因为今天还没有过去啊。但是讲现在，这个现在一讲完，这两个字讲完，开始过啦，这样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众生的心都在变化中啦，不但变来变去，还动荡不定了，很难捉摸了，像时间一样啦，永远不会停留啦，永远把握不住，也挡不住，所以一切到最后都会过去的。那《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是讲现在、过去、未来啊。那其实这三心也可以指什么？今天、昨天、明天，道理也是通。我们常常到佛庙啊或寺院里面啊，都看到他们墙壁上有挂一个条幅，上面写因无所住啊。对，那有些作家们也会拿这个来当主题写文章嘛。那修行人也会拿它来当做努力的目标啊，因为能达到心无所住或者因无所住，我们的心就有大智慧，我们的心就能够超越一切障碍。相反的，如果心有所住，那就会有所执着，执着于现在、过去、未来这三个心这样也会执着于今天、昨天或未来，这个是修行的大障碍了。所以才说这三个心都不可得，未来心都不可得了，明天心也是包含在未来心里面啊。所以还有明天的心态也算是一种执着心执着在明天。那问题是明天比今天更充满了变数啊，今天都把握不住，明天更不用讲了嘛。眼前的都很难据为己有了，还谈什么未来的天长地久，是吗？因为妄想明天会不知道是哪一个明天，也有可能没有明天的。有这个想法就是舍近求远，不够务实啊。而把握今天，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是垂手可得的，这个就比较务实。刚刚讲了，明天比今天更充满了变数啊。而当这些变数超出我们能力所能应变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遭受到什么遗憾啦、后悔啦、埋怨啦、自责啦等等的什么惩罚。那这个变数就是指难以掌握的无常啦。最明显的现象就是，还有明天的这种心态呢，会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该把握却没有及时把握的好姻缘呢。各位可能还记得以前读书会我们有提到一个例子啊，早上没有把握啊，姻缘早上没有把握了，下午再把握，姻缘已经没有了，不必等到明天，当下错过就永远没有了。把这个例子用在今天这个主题也是适用。我们再来用一次，这个例子就是讲12年前，也就是2011年叙利亚发生内战嘛，叙利亚难民被迫离开家园逃难到邻国其中有些难民逃到塞尔维亚，那时候呢，正言上人就指示有欧洲各国的慈济志工以大爱接力的方式呢，去进行难民营的生活物资跟冬衣的发放。那时候呢，上人在做这样决定的时候呢，刚好我跟几位资深委员都在场那我就立即把握因缘跟上人说，上人，我发愿要过去。那上人马上答应了并指示我好，赶快去办签证。那上人跟我讲完之后呢，刚好敲板要用午斋啦。午斋过后呢，另一位资深的委员发现说，哎呀，早上没有跟着我一起发愿要去塞尔维亚感觉自己好像没有
把握因缘呢，有点后悔了啦。因此呢，下午我们再度跟上人座谈时，这位委员这次呢，把握机会了向证严上人表达，我也要去塞尔维亚。这个时候，上人清楚回答4个字，我永生难忘啊。上人说：“再看因缘了。”等于是没有机会了，所以不是还有明天呢，而是稍纵即逝啊。好，还有一个例子啊，好多年前啊，慈济的骨髓资料库完成一桩跨国的配对啊，而且配对成功啊。那在台湾向那个捐髓者取得骨髓之后呢，必须有2位慈济委员呢护送骨髓呢到那个国家的医院里面去，而且必须在24小时之内呢把骨髓注入病患的体内，不能超过24小时。所以取髓之后呢，动作就要很快，分秒必争啊。那有一次呢，从花莲慈济医院取髓后呢，要送往桃园机场啊，碰到下班时间的高速公路大塞车啊。那班机没赶上的话，是影响一条生命啊。那紧急通报之后呢，由交通警察用警车开道，顺利搭上班车。那还有一次啊，骨髓紧急要送去大陆啊，结果班机客满了。那经过机上广播有救命的骨髓必须搭这班飞机呢送去大陆，结果当场有9个乘客呢同时举手愿意让出机位啊。你看，这些都是令人感动的人间温情啊。那像这样护送骨髓的这个工作要有2位慈济委员来承担嘛，那就有1位有护送经验的这个委员呢这个有经验的委员呢，当负责的常住师傅呢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正在公司开会，没接到电话。那等他开完会后，再回电给这位常住师傅的时候呢，常住师傅已经另外找到人选了。分秒必争的时候，必须跟时间赛跑，哪有办法等你2个钟头啊？这个时候哪里还有明天呢？也是跟刚刚一样啊，稍纵即逝啊。以上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每一个遭逢无常的人都是没有明天的。灾民们碰到灾难就没有明天了，难民碰到战争更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呢。目前平安没事的人，也不知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懂归懂要去化为行动，还是会心存没关系的，还有明天的，也会有这种心理，慢慢来，不急。等到无常发生在自己身上，才会去严肃看待、认真看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但是已经是付出代价了啦。如果还可以重来了，那可能还可以经一事长一智啊。如果是再回头100年生啊，那就遗憾终生的，不是吗？这种血淋淋的教训呢，我们在生活周遭是屡见不鲜啊，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啊。但是人性弱点之一就是健忘，还是继续再重蹈覆辙。所以人们学习到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学不到教训。不过话也不能说死有时候适度的关注未来也是有需要的举例讲嘛，孔子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这个意思啊。一个人如果没有为长远做打算为明天做打算为未来做打算就会有眼前的近忧啊。那孔子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要为将来做打算，要懂得计划将来。虽然我们说不能心存还有明天的消极心态，但是还有明天跟为明天打算，这2种思维是不冲突的，是没有矛盾的。不妄想明天，那是把握当下的积极态度，不是靠明天，我是靠今天。那为明天打算，那是做事情有计划，思维很宏观的人。2者之间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一个是很长时间的未来一个是很短时间的明天。尤其是还有明天，有它正反2面的意义，刚刚有讲嘛。
有让人消极的一面，也有让人积极的一面啊。那计划未来指的是对未来整体规划跟安排或者策略，是为了实现个人或团体组织的愿景，这个是很有必须的哦。那还有明天虽然只是一个短时间的范围啊，但是我们也是充满期待啊，希望明天会更好啊。今天没有完成的事情，明天要把它完成啊，还好有明天啊，不是吗？这代表着还是充满着希望嘛。那这也是一种乐观的态度啊。所以一个人如果看不到明天，代表着人生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对明天不抱着希望这个可能就是对明天充满了绝望啊。那忧郁症的病人在病情恶化之际，这种死意甚坚而且异常冷静这么强大的业力，攻无不克坚无不摧谁来都挡不住啊。所以我们讲了好几次，外魔不可怕，内魔才可怕嘛。一代歌后李玟在轻生之前留给粉丝们的40分钟的遗嘱一点都听不出有轻生的念头。遗嘱最后几秒，嘴巴甚至还喊着加油加油啊。那另一位马来西亚的这个艺人艾辰电话中呢，他的朋友发现他这个说话口气不对劲赶到他家门口朋友在大门外他在房间内苦口相劝突然间呢，一阵静默朋友发现不对劲，冲进去来不及了，一跃而下那另一位国际级的雕塑大师，曾经我们也提过了，用完早餐独自一人在健身房，家人也都察觉不出有任何的异状那轻生之前还那么冷静，也隐藏的让人无法察觉任何的蛛丝马迹这告诉我们业力现前的那种锐不可挡跟内魔的防不胜防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是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没有明天这个比消极心态的还有明天更是危险。他们的牺牲也是对我们说法，让我们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让我们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境界呢来修我们的心叫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过去的已经过去的，跟现在无关了。那未来的还没有来，也不知是否跟我们会有关。只有现在当下今天是跟我们息息相关。有些人呢，常常以回忆过去啦来烦恼自己也有些人常常妄想未来啦来困扰自己这样就无法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清安悦乐要活得清安自在，就要活在当下。一个人如果一直忙着回忆过去啦或者忙着担心未来啦，基本上这个人不能叫做活着因为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而是必须实际体验。那实际体验就在当下，现在今天那照你这样子讲，明天不行吗？不是明天不行或没有希望啦，是把握今天更有希望啦。什么事都推明天这种还有明天的心态是很糟糕的心态。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嘛，活在当下才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我们过去有讲嘛，把握每一个当下就是永恒嘛，永恒的条件就是必须把握当下，没有把握当下就不可能永恒的嘛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活在当下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不过不管过去是有福还是有苦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了，未来的正在计划，所以一方面要检讨过去，一方面要计划将来，一方面还要活在当下，这3方面都能够兼顾到，那就是智者之人凡夫就不是这样子咯，凡夫经常是后悔过去，担心未来，造成迷惑现在。请问各位汽车的挡风玻璃
为什么比这个照后镜来得大呢？虽然我们开车的时候挡风玻璃这么大，照后镜这么小啊，为什么？因为前面比后面重要啦。开车要看前面不是吗？前面比后面重要，不是说后面不重要了，前面比较重要了。也就是说，未来比过去重要，很有道理。有一些志工碰到人事问题或者烦恼，在向正言上人倾诉过后呢，上人都会劝这些人往前看啦。意思就是说，过去已经发生的，就让它随着江水向东流，一去不回头。过去的已经不重要了，不要活在过去，未来的比较重要，就要向前看吧。这才是正确的生命态度，叫做正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生命过程中发挥了多少良知跟良能那生命的长度是属于定数也就是命中注定的。长短命是命中注定的，由不得自己但是生命的宽度跟深度却是由自己决定的，这个叫做变数。那学佛的人有在行善造福，因此也会创造出很多的变数。既然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那就增加生命的宽度跟深度宽度加宽，深度加深，这也是一种延寿的妙法所以学佛的人，他的命是算不出来的。因为一直在行善造福，累积福报，创造变数那这样子的观念我们也是要很清楚因此呢，想要发挥人生的功能或想要让生活过得有意义、有目标、有重点，心态上最好不要太期待还有明天把握今天远比期待明天来得可靠。与其期待还有明天，不如把握今天毕竟妄想明天跟发挥今天也是一念之间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好的对的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的不对的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到此为止。能这样除旧布新，去无存精，生活才会活得有品质生活品质也才会很精致有一个年纪轻轻就往生的年轻人他去到了地狱他问阎罗王我还这么年轻呢，怎么就把我抓来地狱呢？我的时间应该还没到吧？阎罗王呢，翻一翻的生死簿对应该还没轮到你怎么把你抓过来呢？再仔细翻阎罗王很同情的说：“哎呀，你真是冤枉我有寄2封无常的信通知你，提醒你，希望你预知来世福，先做好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有备就会无患。可是你收到信以后都不急还有明天都这样子想你视若无睹我行我素只好就轮到你就抓你进来那年轻人疑惑地问阎罗王说：“你有寄2封无常的信给我吗？我怎么都没有收到呢？”阎罗王就说了：“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位年纪轻轻的亲戚，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往生了，年纪轻轻往生了，记得起来吗？”有，想起来了。再来，某年某月某一天，你的一位同事也是年纪轻轻，因为一场重病而造成植物人到现在，有没有？有，那是我的谁？阎罗王就说了：“这就是我寄给你2封无常的信，希望提醒你有所警惕。但是你每次收到信都说还有明天，不理不睬，认为还有明天，而心里就很随便、很懈怠，也不做准备。所以一旦福报享尽，业报自然现前嘛。那这个是一则意义很深的公案它深深警惕我们，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生活周遭充满这种无常的信每开一封就警惕一次，人生才会越活越正常今天都把握不住，如何掌握未来呢？近的都把握不住，如何掌握远的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而想要把握今天，
就要从把握早晨做起啊。把握今天很重要，没错，但是还要从把握早晨做起啊。早睡早起很重要，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所以才说晨中起，熏法香。没有讲暮鼓时熏法香嘛，晨钟暮鼓，讲晨钟没有讲暮鼓啊，道理在此啊。所以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不要那么爱睡啦。活的时候何须久睡，死的时候自会长眠。意思是说，那么爱睡就等将来往生的时候再去睡，看要睡多久，没有人管你。还有明天或没有明天，都是蕴藏的人生大道理啊！这些人间法呢，跟天下理呢，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所以养成文法的习惯也是很重要哦。有文法就会有智慧去分辨，是还有明天，还是没有明天，清清楚楚的。如果把文法当作每天的三餐一样啊，变成是一种生活习惯了，那就不必再强调或提醒自己要熏法香了嘛。因为没有人会提醒自己要吃饭睡觉啊，时间到了会自动吃，时间到就自动睡。文法如果也是这样子的话，那时间到就自动文法啊，这样法身慧命就很有保障啊，是吗？可能每个人听法的时间跟学习的方式个人不一样啦，但至少不会让法脉中断嘛。法脉一旦中断，就会法水不通，就会空穴来风，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法体中风，这个就很难处理了。让文法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闻而不闻，熏而不熏呐。而闻法之后也懂得巧妙用法，这样学以致用啊，解行并重啊，就变成用而无用，是为妙用啊。这个就是把佛法大用特用啦，把这样子的道理用在开口动舌跟做人处事也是通，把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说话的习惯，把用心做事培养成一种做事的习惯。这样就不必提醒自己说话做事要多用心，不必，因为多用心已经是你的人格特质的啦，你已经进入用而不用的境界的了，看似不用，实则是大用特用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啊。对，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尤其是有些政治人物常常呢失言再来道歉，周而复始，就是改不了失言的恶行。其实有时候你把它分析起来，根本不是失言，而是他心里真有这样子的想法，才会脱口而出嘛。心中这么想，嘴巴才会那么讲。而如果心中没那么想，嘴巴却那么讲，这叫做口是心非，这个就更严重了。法门不只是84000而已而是法门无量啊。所以不只是要誓愿学，而且还学无止境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互相勉励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大家要努力继续精进下去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还有明天就说到这里，祝福大家明天会更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恩大家。